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哎，夸父大叔的这个开头终于完整了，终于有片头曲了，终于完整了啊！那真的这个参叔回归之后呢，我觉得才是一个完整的大叔啊！对之前我们都好像缺了生命的一块儿，缺了个胳膊，对，没那么夸张，缺胳膊断腿不过就觉得大叔中文还是要3位大叔才够有，对，才够完整。对，好，那其实我们这几集一直忘了一件事情，不是忘了，是我故意要把这个事情留到蔡叔回来要再聊。等灿灿，对，要等灿灿回来才可以聊延迟满足哎，对，才好玩。是的，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听听必须听我也是很好奇，对就是说Ben叔就是上个月吧，对不对？3月4月份哈，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正好一个月，一整个月，对，带着2个中国大妈，对，刘姥姥逛大观园，到了欧洲一趟，到底中间有哪些趣事呢？对，给我们讲讲啊，给我们讲讲。对对对，就是我一般就是可能会就是一直工作狂的状态嘛，但是这次我妈妈来，我就决定休息1个月，因为她来一次欧洲特别不容易，因为她害怕坐飞机，所以这次她也是自己不敢坐飞机，她就邀请她的这个最好的闺蜜啊，从小学开始就认识的一位闺蜜，然后她们已经是都50多年的朋友了，好难得，对，半个世纪的朋友，对啊，然后正好这位朋友她也没来过欧洲，就2个比较典型的中国阿姨啊，或者中国大妈，踏上了他们的欧洲之旅啊，对，就来了之后，因为他们来一趟不容易嘛，30天，我其实给他们安排的行程也比较紧凑啊。对，就我们先在西班牙玩2个城市啊，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然后去法国南部尼斯，然后尼斯附近有很多那个小镇啊，漂亮的海边小镇，然后去巴黎，然后从巴黎又跑到意大利的那个索伦托，也是那个南意的海岸线，然后那边有一些小镇。还有那个庞贝古城，就马不停蹄的这1个月一直在路上，厉害，1个月你都这样设计出来，我觉得好有耐心，很厉害。对啊，就是这个 VIP 导游啊，然后这一路上玩的不错，玩的很开心啊，然后。但是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吐槽。好，我们喜欢听吐槽。中国大妈的典型，今天不可理解行为。因为毕竟我妈来一趟，我肯定不能当着他们面吐槽啊。对，所以就是虽然有这个看不惯的地方，但是我都这个咽在心里，不说出来啊。然后现在等你们回来了，我终于可以。把这些不高兴的地方都吐出来，对啊，而且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大妈啊，很具有代表性。让我们听一听到底有多具有代表性，听到底多典型啊！5个点啊，我准备了5个点这么详细，我有做功课耶。对，就是第一个点就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当评论员啊，就是那个直播的评论员，就是可能就是眼前看到一个什么景象，会喜欢这个描述出来啊，或者大声的描述出来啊，比如说，哎，你看这个人耳朵真大啊，哎，这个人怎么鼻子上钉那么多环啊，怎么有那么多鼻环？哎，你看他。胳膊上都是纹身这个就是这个评论一下没关系，但是有时候可能这个场景里边有的人能听懂中文，但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在国外好像别人都听不懂中文所以会用大声的去这个
描述这个眼前的事情。比如我们去中餐馆吃饭，那我们旁边那个有这个一桌一家人嘛，一看脸就是那个一定也是中国人或者至少华裔的家庭。对，然后他们两个就说：“哎，你看他们吃什么呢？吃那么香。”但是就是在我们桌子旁边啊，那个菜是什么菜啊？你看那个就是他们拿筷子夹的那个菜，然后我就这么直接吗？对啊，很直接，那一家人都在那低头吃，然后他们很安静，然后那家人肯定能听到啊，然后我稍微有点小尴尬啊，然后服务员那个也是因为是中餐馆嘛，服务员也是中国人啊，服务员这个就是有时候可能在我们桌子旁边，然后啊，他们又开始议论，就我这个我妈妈他们就说，哎。你说他肯定也会，他在这儿开店，他肯定也会说这个当地的语言吧？你觉得你听听他的那个西班牙语说的怎么样？就是其实人家在给另外那个服务员在给另外一桌点菜嘛，跟那个西班牙人在交流，他正在说西班牙语，就背对着我们，靠着我们的桌子，然后我妈妈就说：“来听听。”他说的标准不标准，然后就很尴尬。当时可是你这样说，我完全不觉得意外。就中国大妈或大爷们好像很常做这种事情啊，就是很喜欢去了解吗？还是去评论一些？我觉得这个好像很正常。当然这个不是那么好啦，因为对方如果听得懂你的语言，如果他听不懂无所谓，听不懂随便。对但如果对方听得懂，我就觉得啊，我就在你面前议论你，是这样的感觉，有一点怪怪的。我是啊，但对，确实，如果在中国语境里边还好，我觉得还好。对，可以接受。我可能会小声说，但是不会那么大声说出来。这个不要说大妈，我也会啊，就是也会说。如果我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一些新奇有趣的人或事情，我也会好像想要参与，就算不关我的事，会聊啊，会分享，甚至会吐槽，但是可能声音不会很大，我觉得是，但是会很小声，你不会让那个人听到你在聊他，对不对？你会想要。但是就是他们出来旅游，觉得我在国外了，我说中文别人都听不懂。对，但他们可能就忽视了，其实这个，对，我觉得特别我有这么多学生会说中文，可能就忽视这一点。而且我觉得外国人可能最受不了这个中国大妈或大爷的一点，就是真的讲话太大声了，不管在飞机上，在餐厅，就是讲话嗓门比较大，不晓得就是很自然，他们本来嗓门就大，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就会吵到别人。我觉得这个常常听到这样的新闻。我刚才想，笨叔的妈妈他们是不是在老家的时候说话也会比较响？因为像我妈他们说话是很响的，因为他们习惯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就特别在乡下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声音会高好几个音贝。就是他们习惯性拿来喊，很多时候就是我老婆第一回到我们家的时候，会发现这个环境怎么这么嘈杂，这是为什么大家说话一定拿来喊，这是一个习惯性的问题。还有些地方，因为我之前上重庆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大部分的女生有时候说话响起来，你以为他们在吵架，他们只是在说话，真的。我觉得这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他们可能习惯性的比较响的说话，觉得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对，东北确实那个稍微跟别的地区比，嗓门也大一些，就是他们觉得是正常的音量，但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家都能听到他们说话的那个。国外可能比较注重隐私，是不是中国人没有那么注重隐私一点？我觉得中国人比较可以理解，或甚至说年轻一辈的人会去忍受，可能长辈或年纪比较大的嗓门比较大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忍受之后慢慢就习惯成自然，所以就觉得也没什么。到国外可就不是这样了。对啊，因为我也是因为我外国学生会中文的太多了啊，我总担心他们就是直接当面议论别人，万一人家会中文呢，那就听懂了啊。对，就还是有的时候别人真听懂了，然后他们就很尴尬的笑在。对。
好，这个第一点的确是典型的大妈大爷会做的事情，这个我认同了。对，好啊，那第二点啊，第二点就是我刚才也说了，我们就是一直在吃中餐啊，就是来了之后，虽然就是说要这个体验欧洲人的生活啊，但是身体还是很老实的，是就是中国胃啊，对，就像我妈妈，特别是我妈妈，她特别挑剔，她嘴非常的刁，就是她不吃任何的芝士啊，不是过敏就是吃不惯芝士，口味问题啊，然后不吃牛羊肉啊，对，她觉得那个味道很膻啊，牛肉羊肉味道太膻了，她受不了那个味道啊。那其实选择就很少了，因为像我们去意大利，意大利面呐、意大利披萨呀，都有都是芝芝士呀，对就带你吃点没有芝士的，那烤个牛排，你又不能吃牛，牛排、羊排也吃不了，所以就很困难找饭店吃饭啊。所以像到意大利怎么的，我们都得吃披萨吧，对啊，所以我们去了一个披萨店。我妈妈跟我说，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吃披萨，啊，她都60多岁了，从来没吃过披萨。哦，真的啊？对， okay 然后吃一口就奶酪不吃啊，那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就是我跟那个阿姨，我们把那个披萨的边切下来，然后我们吃那个披萨的中间。啊，让妈妈吃边，对不对？妈妈吃边那里，脆脆的那里，吃边吃的可香了，她就吃那个面包的边。感觉吃中国的饼似的吗？对，对，就是因为她好像在吃中国的饼，就是不是在吃披萨了啊。然后我们一边吃披萨，她一边催我们快点把那个面包给我切下来，你们快点吃，所以我就有面包吃了啊。那口味就是对。我觉得老板应该会很不高兴吧，看到你们这样处置我的披萨，我一定很不高兴啊。还好，因为那个店比较大，但是后来就是我妈妈就觉得，哎，那个披萨的饼还挺好吃的，所以又叫我跟那个阿姨再去披萨店点菜。结果我们又去了一个披萨店，那个披萨店他卖的是那个薄披萨啊，薄的，对，没有那个边边，他就饿着啊，从头饿到尾。然后那一顿饭我真的生气，有点就是不高兴了。因为就是你看那个都来了，就是对呀，在菜单里选一点别的。他说我不饿，但我知道他饿啊。但那个因为那个薄披萨它没有饼边，然后他们那个店就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小吃嘛。那我说你尝一尝小吃什么的，对，就连尝也不要尝试，所以就对。而那个还是我学生推荐的店，就是我走了好久定位走过来，想让他们尝一尝嘛。然后我妈妈说她不吃，就这个要说一下被骂了。这种实在不太好，因为你好不容易到了国外一趟，对，你再有什么坚持我觉得都要先放一边。你就是体验吃的也好，玩的也好，就是去体验那一国的美食跟文化。你不用去坚持那种东西，对啊。我觉得主要是为难笨叔啊，笨叔太为难了，这也不吃那也不吃，这个其实很难办的。对啊，就是找评分那么高的地方，然后想让他吃一点好的，结果就是导航他都说可以什么都行，但是去了之后发现这也不吃，都不行，那也不吃啊。就后来正好我们出去玩，然后中间我和他的生日挨在一起嘛，他就抓住了这个时机，这个机会，就说 OK， 这是你的生日和我的生日，咱们这2天就吃中餐。他的生日愿望。在意大利我们就是同一家中餐店，我们连着吃了4天。那家服务员都认识我，对啊，今天又来了。OK， 你们是在同一个地方待这么久吗？因为在每个城市住3-4个晚上嘛。然后住的话就是周围我们看有没有中餐馆，就在那儿吃一顿。
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你对某个食物过敏，那个没话说，这个本来就是要避免。但是我觉得到外国去本来就应该多方尝试。但是讲到这里，我又觉得也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我自己去德国的时候，第一天吃德国的传统的饮食的料理，我其实已经受不了了。香肠吗？或者猪肘啊？都是，就是我觉得德国饮食有点太咸，有点受不了。不管是甜点还是传统的这种料理，所以我第二天开始，我就跟我的那些同事们全部都吃中餐。对。第二天开始就再也不碰德国料理哦，完全吃中餐。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吃习惯了，对，那不习惯的饮食真的受不了了。这个倒是也可以体谅一下。还有我们吃的口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台湾啊，大陆吃的我觉得味道很重，对，口味比较重一点。对，像去吃法国菜的时候，他们就觉得那个味道不够，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喜欢吃那个食材原来的味道啊。那我们会觉得我们想要加各种各样的调料嘛，特别是我们北方人重口味啊。对，北方重口味一些，就觉得那个菜好吃，但是就是味道不够啊，就是还要自己再往里加料什么的啊，所以对。说起这个，我突然想起，我也想吐槽一个事情，就是吐，请吐。对，就是我觉得有些就是大人嘛，有时候父母之类，我爸妈我觉得没有特别大吐槽的地方，他们适应性比较强。就是我岳父岳母，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我一直耿耿于怀。就是当时我们回老家办了婚礼之后，按道理那个时候办了婚礼之后也需要度蜜月什么的。当时我们去了马尔代夫，然后呢，我老婆她爸一定要跟着一起去，就是我们度蜜月，他一定要跟着一起去。蜜月真的去了，真的一起去了。他还有他妈都去了，然后他爸的理由就是说，觉得自己这几年身体不怎么好，要是再不去的话，以后可能没有机会了。没机会啊？对。就是这种理由，但是道德绑架我们，那我们后来就觉得对啊，你不能拒绝。我们怎么拒绝？那个时候说实话才结婚，本来说去马尔代夫这种地方本来是很浪漫的，对吧？在一个岛上等等，去那个地方休闲度假的。按道理就是中国这边的老年人，他们喜欢的旅游方式就是去景点，一个接一个景点。但是我和我老婆是喜欢待在一个地方，不怎么喜欢动的。特别是马尔代夫这种地方，本来就是去度假的，不是去旅游的。所以当时我们去了那个岛上之后，它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沙屋，一个是水屋。水屋就建在岛边上，就一溜这个房子。当然你要到那个地方去，还要坐船上去。但是对于我们年轻人而言，就躺在那块，晚上看看星空，白天躺着聊聊天，看看海。或者做个小浮潜都很开心。然后他爸去那里就开始吐槽，这里简直是水牢，把我们关在这里。然后就特别无语，吃东西也是。所以我当时从第一天开始去的时候就特别不，其实在路上我已经很不开心了，说实话。就是后来就想啊，就算忍忍吧。就是所以后来吃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他们老喜欢吐槽，就是觉得好像国外东西都不行，只有中国的好吃，这个东西吃不惯，就老吐槽这个，对，就把你的心情搞得很不愉快。就是难得来，一直吐槽这些，就是啊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然后就精心设计的就他们老喜欢看到不好的方面。然后老喜欢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在国内好得多等等等等，来了就是老看到这个是不适应的地方，老是在那吐槽，让你的心情会很不舒服。我觉得笨叔也可能是因为妈妈老是在吐槽，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其实本来心情还好，后来变得会很郁闷。说实话是，对，就是精心设计的旅程，然后就是没有听到就是夸赞，都是这个负能量啊。当然他。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人不太擅长这个称赞啊，就是会愿意表达当下这个不太舒服的那个情况啊，这个他们说出来他们比较舒畅，但是我这边听了我就会就是把这个负能量吸进去。父母说实话就是和孩子相处的时候，真的就是尽量不要有那么多负能量的东西。孩子本来其实陪你的时间就比较少，你还老是有负能量的东西，其实很受不了。
像我老婆的爸妈，他们负能量特别多，所以我老婆特别不喜欢回他们家，就是回去之后他们就和他吐槽，然后来我们家也吐槽，反正一直在吐槽各种东西，就是老是把一些东西压给你。其实我觉得让孩子舒服点、轻松点会比较好，真的没有必要。但是这个就是中国父母的个性就是这样，是只要跟自己的儿女在一起的话，就是各种负能量，各种比较。跟自己的好友朋友们在一起，一定是夸哇，一直讲自己儿女有多好啊，很厉害，就是一直炫耀这样子。这就是中国父母很典型的一个心态，对啊。好的，对啊。然后灿叔对啊，灿叔说到的正好让我想到我的第3点啊，好，就是这个灿叔不是说这个老年人喜欢各个景点走马观花的到处走吗？对啊，像我们也是，因为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肯定这些著名的景点都要一个一个打卡啊。对，他们嘴上说啊无所谓，那个你带着就行。但肯定心里还是要跟那个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对啊，肯定有预期的嘛，啊，肯定的嘛。对啊，你到这个城市，肯定你要把那个最著名的景点照下来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看看你炫耀来了。对啊，那他们不直说出来，但是我肯定得给他们安排啊。就导致我们可能每天都要走这个。至少15000步以上啊，那挺累的，15000步就挺累的。有的天可能还要走到快3万步啊。然后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比如我们今天走了3万步，3个人都累得不行的了啊。然后就是说明天那个休息休息啊，不要整天都在外面，然后晚一点出发。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到了第2天，他们就是总早起，对，他们可能5点半6点，我就听到他们在自己屋里刷抖音、刷短视频的声音就明明都说好了，第2天休息好了再出门，但是他们已经起来了，在那儿干等着，有的看那个阿姨衣服都穿好了，坐在沙发上，那给你压力呀。他们说你没关系，你自己什么时候想走都行。但是他们已经都准备好了，那我就在那边等你啊。对啊，就等你啊，你还不好？就是无论前一天有多么累，老年人都是就是生物钟就是早起，觉比较少，很早就醒，一般5、6点。明明有时差，但是到了那个欧洲还是会早起，就是早起，就是适应过来了，还是该早起就早起啊，所以就是而且我发现他们老年人早上精力特别的旺盛啊。比如我们一出门，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跟路边的各种东西合影啊，可能看见那个有一个漂亮的花丛，来拍一张。哎，这棵树长得很不一样，很有特色，来拍一张。然后路边有一个就是很不显眼的一个小的水池啊，也拍一张，就是感觉这个你也要拍。就是早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特别开心，正能量爆棚啊。到了下午就是电量就耗尽了，泄了气的气球。对，到了下午我们去了著名的景点，我说哎该照相了，然后这个不用照吧，就累了，就变了一个人。对，就是下午就是提不起兴致，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安排了2个小镇啊，然后我本来是想那个下午去就可以，早上晚一点出发。结果因为早上他们出去就是精力很旺盛，就是拍一些无所谓的那些东西，等我们真的到达这个著名的小镇的时候，重要的地方的时候，反而他们没有兴致了，就是在路上走就这样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还是花花草草好看。对啊，就是到了下午就觉得就是彻底变了一个人，就没有办法带他们继续玩了，感觉啊，就我心里在想，哎呀，是不是得回去了？看他们好像就也不是累，但是就是没有兴致的感觉啊，就脸很平啊，没有任何反应表情的那种啊。
哇，你感觉伺候皇帝的太监似的，你怎么这么对，这种感觉就像皇帝身边的太监一样，怎么做都不对啊。就一直察言观色呀，就是所以我后来后面的后半个月我就明白了，我要安排什么好玩的项目，必须安排在早上。对啊，因为有的天我可能想的是我们这天玩完了，第二天早上休息好了，我们出去下午看这个漂亮的地方，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就还是感觉好像中国老年人真的很喜欢早上，对不对？很难伺候我觉得就是这个，我要为老人说话，因为我个人对也喜欢早上，你不算老人是。对，可是我5点就起来，而且我觉得，不管前一天晚上有没有熬夜，反正我就是5点起来，然后我早上精神也特别好，但是大概到了吃午饭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如果没有睡午觉，下午根本没办法工作，对，所以我觉得老人的确早上精力很旺盛，因为我早上去公园发现练功啦、倒立啦什么那种的都是老人。他们的生理钟就是这样子，对，就是早上精力特别旺盛，所以也不能怪他们。所以我们身为年轻人为了要迎合老人的这个作息，只能够去改变我们的旅游行程，就是把重点都安排在早上，不然他们就会去拍花花草草，路边的狗屎也会拍什么的。那我觉得精彩的还是放早上会好一点。对对对，像早上我们出门，我妈妈连那个路边的那个涂鸦都要拍一下啊。我觉得那个，而且那个涂鸦是在那个建筑工地临时搭的那个墙上面，我就很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跟这个东西拍照？还有就是南法、南欧、南意这3个国家，就是都是这个夜生活比较丰富多彩，大家都喜欢。太阳下山了，这个傍晚的时候出去溜达，热闹的时候、好看的时候，可能集中在晚上。但是那个时间就是我们已经回家休息的时间了。就感觉他们错过了很多，就是当地人生活热闹的场景啊。所以 Ben 叔，你有没有安排过夜生活的旅游行程给你妈妈？就只能晚上看一看那个巴塞罗那圣家堂那个大的教堂啊，其他的他们已经就是到那个时间就累到吃晚饭的时候就不要出门了，准备就寝。对，就是每天6点他们就不要出门了，就是要回家了6点才正要就是享受晚上的那种。对呀，城市的生活的感觉，因为他们起得很早啊，所以就是我们白天在外面暴晒暴走，然后就是晚上就回家了嘛，所以我有时候想让没电了，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晚上出去走一走，我就想早上晚一点出门，但是这个我觉得很难，因为有时候我说晚一点出门，他们2个自己就跑到楼下逛街去了，就因为楼下有商店嘛，他们。就是早上起来，他看我还在躺着，他们就自己忍不住下去溜达去了。就后来我就没办法，那我就每天我也早上就早起带他们出去走。其实我很佩服你们的一点，就是旅游能旅游1个月。我真的我的上限是1个星期，我太久了，我很受不了。我跟2个阿姨旅游1个月，我觉得这个才是极限吧。重点是你跟的对象是2个大妈，对，然后这个1个月是更痛苦的1个月。对啊，然后第4点是什么啊？第4点我看啊，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大妈大叔很喜欢就是考察当地民情啊，有一点领导巡视的感觉，微服出巡。对，就是会问就是我一直被采访，就是说这边这个几岁退休啊？这边人每个月赚多少钱呢？这边房租每个月多少钱啊？然后这边消费情况怎么样啊？就是会被问这个很多很多这个跟钱有关系的方面。对。然后也会一直在换算，一直不停的在换算这个价格啊。
比如说啊，这点水果8欧元啊，就是无论这边买一瓶水啊，或者买什么东西，都会换算成换成人民币的怎么这么贵，价格对不对？对，会或者是看就是啊，你看这些人他们怎么在外面这个逛啊，或者是他们这个老太太啊，这个他们喜欢在店里边这个一起聊天啊，像中国老太太就不会出去逛什么的啊。就是不会去那个咖啡厅里边喝咖啡这样逛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了，会和国内的进行一个比较，习惯性进行比较。它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是正常的，很正常的，正常，这个很正常。但是我会觉得就一直在被问关于钱的问题啊，就主要是问你，对，问你需要回答。那考察哪是考察，明天需要考验你，考你知道吗？如果我去，我去一个新的国家，我也会特别想知道哦，这个比如说苹果啊，苹果在台湾多少？哎，在这里怎么比较便宜？我的确也会想要了解一下价格，就像我们中文老师之间也会想要，哎，那个可人老师1个小时多少？然后那个素清老师1小时多少？我们自己也会好奇。我觉得比价或者说比较的心态，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中国人很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吧。你很喜欢去跟人家做攀比，对，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如果是我也会想要，我可能会带一个。就是手机我那个计算机的功能一直打开，然后就算一算。对，就是我们可能要走走停停，就是要算一下多少钱啊，然后看看汇率是多少啊，然后买的合不合适啊，这样啊。我觉得最主要是需要不断的问笨叔，他就是这个就是有时候年轻人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老年人什么东西他习惯问年轻人，你知道吗？我就问你了，你一定要知道答案哦，你不知道答案你是有问题的。对，就是我被问好多我可能不知道答案的东西，对，但是你一定要给出一个答案。就是这种状态会比较累一点，真的。对你抓住了我的那个痛点啊。对啊，就是我感觉一直被采访的感觉啊。对啊，就是有时候我到我老婆她爸妈家的时候，她爸就是动不动就最近打仗了，你说那个特朗普他是怎么回事？你说中东会不会这个就是没有任何来由的，你知道吗？突然莫名其妙就开始问我，就关于这些事情。当然我是有了解，我能给他掰扯这个东西，就是不给你任何准备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就是提前的话有铺垫什么，直接来就是最近特朗普怎么样？普京怎么回事啊？中东会不会打起来啊？你听说那个朝鲜好像谁啊？就直接就要问你，你就需要随时随地要听他的问题，必须马上给他答案。对，就是这样，就是这个那个问题真的感觉就是毫无缘由出来一个问题，或者他刷短视频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问题就开始发问了，确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一点是其实很多中国大人不是所有，我相信有很多中国的父母他们有这个习惯，就习惯性的问孩子很多问题，认为孩子应该什么都知道。就是我老丈人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人，我这个有意思的一个双引号，就是他什么东西都喜欢问我老婆，就是他明明自己也可以去查，就是现在反正也是一样的这个习惯。我也记忆特别深刻的有一次，就是他们家装了一个纱门，你知道吗？那个纱门呢，它可能是有一些缝什么的，他装那个纱门的原因就是怕那苍蝇飞进来，就是夏天苍蝇蚊子飞进来，然后呢他要确保这个苍蝇蚊子不飞进来，但是呢有一个缝，所以他让我老婆去网上查一下苍蝇和蚊子这个飞行的路线是怎么，到底是直着飞还是弯着飞？绕弯横着飞。我也是绝了，反正就是就是他们一定需要子女一定要给你马上给你一个答案，不管怎么样，不管问出是什么类型的问题，你需要给我一个答案。就是这种让人感觉有时候有点挺无语的，说实话。对，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开始挺有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被问烦了，我也就是对啊，就是可能自己大脑都放空了，但是他们也不在乎我答得出来答不出来。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竟然我妈妈和那个阿姨他们就是迷上了这个中国 AI 豆包
啊，哦，豆包，所以他们先问我，我答不上来，他们自己就问豆包了啊，这挺好的嘛，不是？就什么问题都问豆包。我妈妈问我很奇怪的问题，就是你知道圣家堂那个大教堂上面有老多那个就是人像了，对吧？啊，就是那个神像什么的，我哪知道哪一个神像是谁啊？对啊，哎，那个是谁？我说这哪一个？这上面有20多个，他指其中一个说，哎，那个是谁呀？我说我上哪知道？你问豆包吧。然后他自己就照完之后，豆包还真能给出来答案。然后豆包还有一个功能，你直接打开这个视频的模式，就让带他，你就说你给我边走边讲解，可以的，是不是？对，你边走边讲解，你就拿着这个豆包是能看到的，他通过摄像头能看到，他就说你给我边走边讲解，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你给我说起来。豆包是有这个功能的，厉害。对，现在他们就是所有的，我很吃惊，就是他们，他们一直在跟豆包聊天儿。对，后来就是因为我也告诉他们，哎，你看豆包回答这么好，你就不用问我了，问豆包。你们就跟豆包走吧。对，然后他们就是现在我发现他们还特别依赖豆包，现在啊，像天气预报这种东西，他都问豆包，因为天气预报豆包说的不准，但是豆包还AI 硬给你一个答案， AI 是一定要给你一个答案。对，然后我说你不要看天气预报，你不要看豆包，你自己看自己查一下其他的天气预报的网站啊。然后他们第二天还是照样问豆包，然后就是完全不准的一个假的天气预报啊，所以就是感觉随时随地有任何问题，他们都不用依赖我了，都开始问豆包。中国的老年人现在豆包的使用率很高的，我爸也在用，我老丈也在用，都在用，习惯性很多时候会问。我感觉2年前不是这样啊，就突然就普及率可快了，是的。豆包很好用，我也在用啊。豆包我觉得太好用了，可以做 PPT 可以做图，可以做文章，什么都可以做。我觉得豆包，而且它没有限额。你要做多少张你就做多少张，它没有限额。你像 ChatGPT 它有限额，所以豆包是真的很好用。对啊，好的，我被你们种草了。豆包很好用，豆包好，生成图片也很好啊。对，对啊。还有吗？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拍照嘛，那你中国大妈一定要就是到处拍照嘛啊。对，那拍照的话流程就是就是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先用阿姨的手机帮她拍她，再用我妈妈的手机拍我妈妈然后我再过去跟我妈妈站在这个地方，让阿姨拍我们2个，然后我再回来再拍他们2个，然后有的时候在我在拍那个一个人的时候，另一个人觉得，哎，其实我应该摆他刚才这个 pose 姿势，或者是我应该选刚才他站的这个地方，对，就是这样无限的循环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后面可能有我照完之后过来一看，这个照片里后面有一个人啊，那可能同样的照片我要再拍一张啊。这样有2个人就比较麻烦，可能一个人照完我们就走了。那现在轮流照的话，就导致我给一个人拍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检查刚才拍的照片满意不满意。就一个景点可能我们照100张照片，然后换下一个景点啊。就是我感觉他们没有在欣赏这个周围的场景，就是感觉一直在路上在举着手机录像啊，就是一直在拍照片啊，想着这个出片啊，我就觉得有点可惜，没有去真的把手机放进口袋里，然后就好好的看一下周围，体验一下你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就是感觉照相是第一位的啊，就是比你自己玩啊享受是更重要的。这个我是觉得挺可惜，但是我看他们照得很开心，我也就没说什么啊。对，就感觉照完了就走了，也不要在这儿停留。对，就换下一个地方。就是他们好像只需要照片，其他的不重要。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在这个中国大妈或大爷身上是很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需要照片，可能是炫耀用，或者是
留念用，但是本身自己处在这么美好的漂亮的景点，他似乎不是很沉浸在其中，他只是要照片而已。对呀，比如照完照片，不如我们在这个咖啡店喝一杯，然后你们可以慢慢的看一看这个景色。他说：“哎，这个景区咖啡店太贵了，不要花钱，不要浪费这个钱啊。”就感觉其实他们可以完全在家里看照片，看别人拍的就可以。你过来了就是拍一下，好像没有真的去玩或者没有享受到。我是觉得我们都来到这儿了，怎么样？你要尝一尝当地的东西，或者在这儿静下心来，把手机就放起来，就认真的看周围的景色，就是试着留下来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刻的记忆。但是感觉没有这种时刻，感觉就是在拍东西啊。对，就是好像你觉得他们没有享受当下的感觉。没有啊，就是照相，而且每个人都拎着包嘛，照相的时候就把包挎到我身上，然后他们拍啊。后来我有时候就是拍的太多了，我也有点拍腻了，我就说我在那边坐一会儿，因为我也想看看周围的东西。然后我让他们俩去拍，他们俩互拍吧，我就在旁边坐一会儿，欣赏一下风景什么的。我觉得旅游这个东西真的是，真的是旅游这种东西哦，真的要找年龄相仿的，对，是的，不要找那种妈妈啦、爸爸级的哦，那真的是很辛苦哎。然后你又必须配合他们的性格来做事情。对，但是说点好的吧，但是就是最后我是觉得，我跟我妈妈一年也很少能见到面嘛，是的，然后可能一年见一次就不错了，有的时候一年都见不上。我就觉得我妈妈都60多了，就是加起来，我怕我见她都不能超过50次、100次这样啊。对，所以就在一起的时候，肯定就顺着她嘛，能让她开心就对，开心。这个肯定，这个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倒是。还有就是对，还有就是他第一天到的时候，我们出去玩嘛，第二天出去玩的时候，他身体状况不太好，就是我们爬一个小山丘，他可能爬20节台阶就大喘气，就得休息一下啊，然后就累得不得了。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我自己爬，可能5分钟就爬完了，但最后可能要爬20多分钟啊，或者半个小时。然后我就觉得，哎呀，看的时候挺心疼的，觉得，哎，这身体素质现在已经这么不好了。对，会。但是，30天之后，因为每天我们都暴走15000步以上嘛，第30天他那个就是我们最后去爬那个巴塞罗那的一个小山丘，然后你可以俯瞰巴塞罗那的全景啊，我就很担心他爬不上去，结果他轻松的5分钟就爬到顶了，刚才锻炼出来了是吗？就让我很吃惊，对，身体素质被你提升了，这1个月就是身体素质提升的这么多啊，然后他肌肉也出来了啊，然后走路一点都不喘，爬山也不喘啊，然后就他自己也很吃惊，他觉得他身体已经不行了，完了，没想到就是走1个月之后啊，就是身体素质就恢复了，然后感觉就是自己就是有力气了，爬楼梯什么一点也不累了啊！那这真的值得，我也挺为他高兴的。是的，是的。你妈妈平常在家里不运动吗？没有锻炼什么的吗？不运动啊，因为那个大庆它是那个城市，它是一个条带型的一个城市，所以就是他住的那个地方附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大马路跑车的地方，所以走路也不方便哈。其实对，那个公园也很小啊，那个公园你走一圈就5分钟了，那你走2圈、3圈你就不想接着走了啊，周围也没有其他可以溜达的地方这样，所以他以为他身体已经不行了，但是这1个月让他知道啊，他还是身体动一动还是可以的，对，还是生命在于运动的，真的是这样。对，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就是说，虽然带着妈妈去旅游，蛮受限的但是真的家人能够相聚一起旅游，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对，所以这趟旅程有收获了哦，然后也有，当然也很多很勉强、很不开心的地方，但是整体也是比较好的一个跟妈嗯妈相聚很好的一个机会。是的对啊，整体是好的啊，整体是不错的，但是吐槽就留给你们啊，这是我的一些观察啊。是的，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吐槽啦，我倒觉得这个其实你跟谁去旅行都有好跟不好的对是啊感受嘛，哦，对，那其实跟妈妈一起去旅游，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对，然后像变叔跟妈妈也很少见面，难得这一次可以1个月相处在一起。对，谁可以长大之后，谁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妈妈相处在一起啊？很难了，对，因为要工作，或者是自己有自己的家庭了，你到底有什么机会可以跟妈妈相处1个月？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都是赚到了，真的都是赚到了。是的，是的，对啊，哦，哇。很棒，但是我觉得真的赚到的应该是妈妈的闺蜜吧。对呀，就是这么给他们安排的这个大城市，还有一些就是很小众的啊，很多人很少到的地方啊，他也去到了，都体验到了，是。对，这一趟旅行是不是花了不少钱呢？应该花了不少钱吧？对，花了不少钱啊，因为1个月也。对啊，对不对？因为巴塞罗那太贵了，这边酒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贵，就是你如果每个晚上100欧元，你住不到就是住不到一个好的，就是条件非常一般的酒店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火车站旁边的那种酒店的感觉，对啊，那招待所式的那种。招待所的那种，对，所以你得花到150欧元每晚上才能住到，就是条件比较不错的，像巴黎也非常的贵，这种，对，所以这个幸好你赚得多呢，回来得赚钱了，要订课的哦，赶紧订课，本书要补写，要补写了，缺的，这一趟1个月的旅程花了。可是花了太多钱了要订课的赶快找变叔，赶快订课赚回来。对，好 ，OK， 那这个变叔分享了这个我们非常好奇的这段旅行那我觉得其实各位同学们，如果你像变叔一样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跟家人去旅行的话，我觉得就去吧。对啊，我觉得人生。特别是你成年之后，你到底有多少机会能够跟你的爸爸妈妈？对，特别他们年纪也大了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就把握一下，大概就花掉你人生里面的1-2个礼拜，最多就1个月而已，这个有什么好舍不得的呢？对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跟家人去旅行就去吧机会非常难得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啦，希望大家发现了这个中国大妈大叔的生活的一种举止，奇怪的生活举止好 ，OK， 好，那我们就到这啦，谢谢大家，大家再见喽，拜拜。